我的右侧呢，走进去就是新天地了，所以现在我正对的这个大楼底下的商场就叫新天地。凭栏望望湖，看看绿地，看看后面的新的建筑物，这还是比较心旷神怡的吧。现在又回到了金陵中路上，这边不能过马路，我们到前面去绕一下。我现在左侧的这些楼啊，以前是一个消防站啊。黄陂南路啊，我的右侧呢就有很多石窟门的房子。这里呢，其中的一处地方现在成了红色纪念地。你看啊，这里专门做了一个共产党1大、2大、4大纪念馆，这些是新建的。边上呢做了一个人工湖，还是蛮漂亮的。嗨，大家好！现在我从我身后的一大会子黄陂南路站出来了，这里是1号线的地铁站，同时呢，现在也有了14号相交的，就成了一个小枢纽。我现在呢在淮海中路这条马路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这边呢是香港广场，对面呢应该是力宝广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但这个地方呢都重新做了一些装修，变得有点贵气啊，都是一些大的知名的消费品的品牌啊，装潢成这样的。我的右侧呢，走进去就是新天地了，所以现在我正对的这个大楼底下的商场就叫新天地。在这边稍微留恋一会儿吧，也好久没来了啊，随意的转转。淮海路呢，是我从小成长的卢湾区的中心地带啊。到了这边呢，就到了上之角了。就是大家觉得是当年来讲啊，就是比较高级的地方。但是经过这个几十年的改造啊，以前淮海路上的老楼呢，其实剩的也不多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是一大片的新的大楼。当然，这边现在变成了高档的区域了。眼前的呢就是马当路。我昨天去我女儿的学校，在走过马当路合肥路的路口。我们在这边稍稍的观望一下。这就是淮海路，前面的是黄陂南路。那我们还是在这个附近先随意的走走吧。
现在我走过淮海中路，向北边呢再去走几步，因为我看见那边有一栋老楼，这个是上海电信的大楼。记得当年打长途电话还要专门跑到电信大楼，尤其是打国际电话，那就必须来到前面的这栋楼才可以打上国际电话。这种就是几十年了吧，现在大家真的都不用打国际电话了，通过网络电话各种各样的 app 就可以联系到你在世界各地的亲友。上海最近呢，还是每天都是这种高温的天气，所以在外面走路呢，其实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但是呢，毕竟有一阵子没有回到上海了，所以还是对上海如今的面貌，或者说现在的这种环境啊，还是有点兴趣。所以趁着最后在上海多剩几天呢，到处再走走吧。上海呢，应该是寸金寸土的地方，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这边呢，到处都是大楼。相对来讲呢，公园啊，城中间的公园并不是很多，但是我眼前过了这条金陵中路啊，前面就有一大片的绿地，形成了城里的一片绿肺。我也很少到这边来，就到这个公园里面稍微去走几步，一个是比较凉快，另外一个呢，也确实是一个闹中有劲的地方。在城区的中央还保留着这样的一片绿地，供大家在这边休息片刻。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布置。地上还是有一些标志性的文字啊，这边你看啊，也有各种各样的鸟，这种图片介绍。
们来这边看一下大草坪后面的这些大楼。这些大楼呢，无一例外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建起来的。因为以前的淮海路这个附近虽然是法租界虽然那些房子还是有一些异国情调，但是毕竟呢，已经不符合一个大都市的样貌了。所以拆掉以后呢，就建了很多的商业中心。那这些商业中心呢，到目前为止在这个区域还是支撑着这边的名气，还有一部分人的消费并且让那些到这边来的人呢，感觉到上海的这种气息。这个外面呢，就是延安路的高架，所以这边的应该叫延中绿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片绿地呢，还真的够大像一个大公园。这边还有一个儿童广场，我就在这个绿地稍稍的走一走就算了我一直以为呢，一个大的城市，无论你商业多么发达，如果没有这样的让市民休闲的公园称不上一个好的城市。就来看一看你看这边呢有很多的路牌指向各个地方非常宽大我们来看一看，好像还有一个小湖。公园里还有这么一个小湖，里头还有不少的锦鲤看看平兰望望湖看看绿地，看看后面的新的建筑物，这还是比较心旷神怡的吧。现在又回到了金陵中路上，这边不能过马路，我们到前面去绕一下。
如果不是天气太热啊，到了9、10月份秋凉的时候啊，真的在这边逛逛街是非常惬意的。逛累了可以找一些咖啡店、餐馆坐着吃点东西，然后呢，可以听听这些市民们的他们互相交流的内容。虽然大部分都是一些家长里短，但应该还是非常有趣的。上海这座城市呢，它就是一座移民城市，100多年来真的都没有断过。只不过每一个年代呢，它进来的这个条件啊，就不太一样。那现在呢，你就是一个必须有钱，第二个呢必须有才，而且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啊，就这个城市会给你一些评判的标准。我们再来这边观望一下，其实这是普安路，过了普安路对面呢，继续是大片的绿地的延伸，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大的基地，大的一个城市的肺啊。这条金陵路呢，一直通向外滩啊。但我知道那边的都是一些骑楼，就是那种广东式骑楼。但是经过10多年了，好像还没有完成改造。好，现在呢，我横过金陵中路啊，再到前面的淮海路区走一走。这个街上居然也有一些摆卖啊！现在我走的这条小马路叫普安路。现在我回到了淮海中路，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啊。这里马路对面呢也搞了一个街角的公园，看上去还是干干净净的一片绿地。左前方呢是大上海时代广场。现在呢，走过淮海中路，对面呢就是一个街心花园啊。现在上海呢有了一些经济发展积累的实力，所以也越来越注重民生方面的改善，或者说让老百姓有更多的休闲的地方。同时也增添这座城市的更多的人文情怀。虽然说以前这边是法租界，就是那些欧洲人，他们也非常讲究生活的品质和打造生活的环境，所以在这边呢就有
法式公园，还有他们的这种俱乐部啊，还有各种学校等等，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建好了这么一个街区，或者说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的格局啊，就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毕竟年代已经久远了，所以呢，很多东西啊也不得不进行一些改善。你想，我现在左侧的这些楼啊，以前是一个消防站啊。我记得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到这边来看那些消防战士在一个训练的塔楼上经常训练的这种场景，觉得对这些貌似能够飞檐走壁的消防人员呢非常的崇拜。而这个边上呢还有一个知名的学校叫比勒中学，可惜现在也是为了这个区域的发展，这个学校也被搬走了。我看到的这些地方以前就是比勒中学的地方。这里也有牌子，优秀历史建筑。原来是霞飞路巡捕房东风中学。是东风中学吗？不应该是比勒中学吗？不知道我的记忆是不是有误啊？现在呢，我来到了淮海路中山路的路口，松山路的路口，就是少林寺所在地松山的这个松山路。现在我沿着松山路向南走一段。右侧是香港广场，前面呢有一条太仓路。走过新安路。虽然新天地附近呢，现在成了上海有名的高尚地段之一，但是在我们小时候其实这边啥也不是啊，就是可能还残留着某一些记忆的地方，但是对于大部分上海老百姓来讲呢，这里真的也就是普通的街区而已。因为那个时候无论你走到哪里几乎都是差不多的。
现在我走过马路，对面呢还保留着这种老的房子，应该有点历史的味道，叫上海博物馆。但实际上呢，我相信就是普通的咖啡店吧。这是眼前保留着这一片老房子。现在呢，又来到了黄陂南路，这里有很多的招牌指着中共一大会址。黄陂南路我的右侧呢就有很多石窟门的房子。这里呢，其中的一处地方现在成了红色纪念地，就是中国共产党当年开第一届党代会的地方。那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来过无数次瞻仰的地方。这边呢，除了保留下来的老建筑、老房子以外呢，其实政府还专门为这个一大会址做了红色的纪念馆。看来这边还有很多走过来的旅行团。你看一下，左侧这一片都是老房子拆掉以后建的新房子。我看到了顺昌路的牌子。以前小时候最喜欢逛的就顺昌路上面的一家买文具的小店。你看这里专门做了一个共产党1大、2大、4大纪念馆，这些是新建的。边上呢做了一个人工湖，还是蛮漂亮的。其实这个地方呢已经是太平桥地区了。
我们在这边稍微的看一看啊，这些仿古的建筑成了红色的纪念馆，但是这个街区呢，在其他地方呈现出来是一种资本主义计划这个市场经济下的繁荣，所以这个蛮有讽刺意义，或者说蛮有意思的一种对比啊。这就是太平桥的一个人工湖。来到这边呢，已经是湖滨路了。上海这座城市呢，真的还是比较奇特。它是处于一个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同时呢，它又是在中国衰落的年代，清朝末年被西方的这个打开国门的一个地方。随后呢，西方文化和东方的传统文化在这边进行碰撞，最后呢综合，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到目前被称之为上海最发达城市的地方。无论是西方要到中国来做生意，还是到这边来旅游观光啊，基本上上海都是打前站的，很多人都是从这边登陆，然后呢再去到中国内地。那现在呢，也同时是中国各地，尤其是年轻人向往的城市，因为它比较国际化，它国际通行的规则理念啊，在这边呢，受到大家的这种尊重，所以来到这边呢，就等于去了半个西方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上海一直受到赞誉的地方啊。虽然上海是不折不扣的一座管理城市，管理的非常到位，在西方人的眼里呢，可能这边对某些人权方面还是需要再改善啊。但也恰恰如此，上海呢又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所以你在上海无论是走在街上啊，还是住在小区里面，就基本上来讲安全方面是无需担心的。所以这也使得上海呢，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感觉不仅是繁华，还是安全，同时呢又有时尚啊这样的一个区域。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看，这是济南路，然后前面这条呢是至中路，张自忠将军是抗日战争武汉会战时中国阵亡的最高军阶的将军，所以一直以来呢就是受到大家的缅怀。而且今天应该是8月15号吧，正好是日本2战失败啊，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所以今天这个日子走过至中路也是有点意义啊。好，现在呢，我从太平桥这边的一个人工湖呢，往新天地方向走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湖景，还有湖的对面的那些房子，一派现代的城市的模样啊。
大家看到这边的路牌呢，写着四中路。走了一大圈了，这里呢是上海的精华区域之一了。那我在这边呢先结束在这边的分享，我们随后呢就走进新天地了。感谢大家的跟随和观看，我们一会儿见，拜拜。